2800公里外一击必杀，服役40年的战斧导弹为何始终是美军最致命的杀招？从伊拉克到科索沃，从阿富汗再到波斯湾，只要美军需要踹门，有一种武器就永远不会缺席，它就是现代巡航导弹的代名词 BGM-109 战斧巡航导弹。在最近美以联军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这款服役了整整40多年的老将再次横跨近3000公里的遥远距离，精准撕裂伊朗的防空网。很多人不明白，在高超音速导弹满天飞、隐身战机层出不穷的今天，为什么五角大楼在发起打击行动时，最信赖的依然是这把古老的印第安战斧？它又凭什么能称霸战场近半个世纪？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得先把时间拨回冷战时期，看看战斧是如何诞生的。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人虽然在洲际弹道导弹上独步天下，但在巡航导弹领域却显得不太关心。直到1967年，苏联的明核反舰导弹一举击沉了以色列的驱逐舰，这雷霆一击狠狠刺痛了五角大楼的神经。为了急起直追，美国人开启了一项堪称疯狂的军工整合计划。他们将当时世界上最尖端的3项科技完美的糅合在了一起。第一是微型化的动力奇迹，威廉斯研究公司搞出了一台重量仅有31公斤、直径不到31厘米的小型涡轮风扇发动机，这么小的心脏却能提供极高的推力，让巡航导弹体型大幅缩小的同时还能飞得极远。第二是颠覆性的地形轮廓对比导引系统，它能让导弹像长了眼睛一样贴着地面飞。第三是弹头的小型化，无论是核弹头还是常规高爆炸药都能轻松塞进狭小的弹体。1983年，集3大黑科技于一身的战斧巡航导弹正式服役，从此美国海军的打击模式彻底改变。但真正让战斧一战封神、震惊全球的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那是战斧的处女秀。战争打响的第一天，美军并没有急着派战斗机过去拼命，而是从游曳在波斯湾、红海和地中海的13艘战舰和潜艇上按下了发射按钮。第一波52枚战斧呼啸而出，结果令人头皮发麻，51枚精准命中预定目标，甚至有1枚导弹在穿过巴格达的街道后，直接将伊拉克的一座电视转播塔拦腰斩断。整场沙漠风暴行动中，美军一共发射了291枚战斧，发射成功率高达 95%， 命中率达到 85%。 他们像一群隐形的幽灵刺客，在美军战机进入伊拉克领空之前，就已经把萨达姆的防空节点、雷达站和指挥中心炸成了一片废墟。从那以后，战斧就成了美军对外动武的标准开场白。1993年，45枚战斧直捣伊拉克核设施。1998年，沙漠狐狸行动，325枚战斧铺天盖地。1999年，科索沃战争，238枚战斧精准敲掉南联盟的防空系统。2001年，从印度洋发射的战斧直插阿富汗塔利班老巢。2011年，奥德萨黎明，战斧摧毁卡扎菲的防空网。2017年，59枚战斧将叙利亚的空军基地夷为平地。为什么历任美国总统都这么爱用战斧？答案其实只有2个字：安全。首先是导弹自身的安全，战斧采用亚音速贴地飞行，它可以利用山谷、河流等地形掩护，躲避敌方雷达的探测。当防空雷达发现它时，往往已经来不及拦截了。其次是美军操作人员的绝对安全，战斧拥有超远的射程，比如最新的伯洛克卫星号能够打击1600公里甚至更远的目标。这意味着美军的驱逐舰或核潜艇可以舒舒服服地停在公海的绝对安全区内，只需要喝着咖啡，轻点按钮，就能把敌人的心脏炸得粉碎，真正实现了零伤亡的打击。而且它的精度在不断变态及进化，从早期的地形匹配到后来加入了 GPS 制导和数字景象匹配技术，现在的战斧精度已经达到了米级，指挥官甚至可以选择让它从大楼的哪一扇窗户飞进去。在这次针对伊朗的极限施压中，美军再次祭出了战斧这张王牌。面对伊朗层层设防的 S-300 等防空系统，这些从远洋发射的巡航导弹犹如剥洋葱一般，一层层撕开了德黑兰的防御圈，伊朗已经退无可退。总的来说，40年的风雨洗礼并没有让战斧显得老态龙钟，如今的它换上了更先进的隐身涂层，升级了更智能的通信数据链，甚至可以打击移动的海上目标。它用实实在在的战果告诉世界，只要美国的全球霸权还在，只要这颗星球上还有战火，这把悬在所有反美政权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就永远不会入鞘。好了，本期关于美军战斧巡航导弹的深度解析就到这里。您认为在现代高超音速武器面前，亚音速的战斧还能风光多久？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硬核观点。喜欢的话请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